真是可笑，2年了，从结婚到离婚，周北深连我一次面都没有见过，估计连我这个前妻是谁都不知道。张大爷，老爷子说了，实在对不起你，这卡里的钱就当是周家给你的补偿吧。不用了，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，谢谢他这2年对我的照顾。大哥，离了就好，哥哥们来接你回家了。离婚有什么好的呀？我也不知道爷爷当时是怎么想的，让你嫁给周北深那个把你当空气的混蛋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嫁给我呢。哎，我觉得嫁给我也可以。你们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把我嫁给自己的哥哥。咱们又不是同一个爸妈生的，当然可以嫁。虽然你们都是爷爷领养，但是你们在我心里都是我的亲生的。好，咱们先不说这些了。你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脑外科医生，想找女人都急疯了吧？我消失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我这个江医生。总裁，夫人已经拿着离婚证走了。他要了多少钱？1分没有，就连老爷子给的赔偿也没有拿。将城西的房子给他，我可不想在明天的头条看到我周北深的前妻饿死街头。好的。还有事？你找了2年的江医生，让诚心出现，马上去查，这次不管上天入地，一定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听说现在的副主任很年轻，能空降成副主任，肯定是靠关系的。冰雪这个方面可不比3好爷。来了，人来了，我见着了，是个超级大美女。病人什么情况？车祸，脑部大量出血，颅围炎引起的脑血栓，再不抢救马上死了。那开手术？还是上期远了，这种内心手术我们也做不了。我能做。你能行吗？绝对不行！你这么年轻，绝对不靠谱。我是西安医院的脑外科副主任江医生。江医生，我们根本没有听说过。嫂子，咱们去大医院找名气大的医生说。不能转院，你这样等不了那么久。嫂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肯定没什么经验。没错，我不能保证我的命，交到你手上。赔人担保就给我们转院。我替他担保。你是谁？我是周氏集团总裁周北深。你们觉得我有没有资格替他担保？医生，病人会怎样？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谢谢。实在感谢。走吧。江医生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不是，周总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，我比较忙。我想请您帮个忙。这是病人，他叫郑月月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周北深，怪不得你结婚2年都不曾出现，原来是藏了个小情人呢。我看了很多医生，可是我不想放弃。江医生，只要你能够救月月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。郑强为我而死，月月又是郑强唯一的妹妹。尽管我很不想和你接触，但我身为医生，不可能对病人见死不救的。病人在哪？周氏集团旗下的私人医院，我现在带你去。不在济安医院。静安医院嘛，各种基础设施都比较一般，在私人医院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。那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为郑小姐做手术。啊，钱不是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周总，你不懂医师法，我不怪你，但是我就要告诉你，想要找我做手术，必须把病人转移到这儿。那就是说，要救月月的话，必须要来条件设施都比较一般的静安医院，你才能做手术。没错，不要去忙了，周总，早做打算吧。江医生，
你今天又做了3门手术，我们给你搭班都有点吃不消了。江医生，我为之前对你的轻视而道歉。现在你该知道我们江医生有多厉害了吧？行了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晚上我请你们吃大餐。好。周总怎么又来了？估计啊，又是来找江医生的。哎，也就只有江医生能让高高在上的周总有所求了。你们先去忙吧，晚上聚。好，拜拜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将月月转院过来，现在她就在出院。周北辰，我们结婚2年，你都没有见过我一面，现在却为了你的小情人几次3番的找我，看来你也并非冷酷无情，只是心在别人身上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去看月月？我不会对病人坐视不理的。他既然转院过来了，我现在就可以。那个，他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江医生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能让申哥同意你来给我手术，能力和年纪无关，而且不是我求他同意的。我没有你讨好申哥的意思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你的病历我看过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真的吗？可是私人医院那边给我下了病危通知的。我从来不开玩笑。江医生，你应该早些让他做手术的。国内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手术。国内的其他医生也许能做，但我不想让他冒一丝风险。周北申啊，周北申，既然你这么在乎你的小情人，那我不让你大出血一笔，我就不叫江晚。没错啊，我是答应你给郑小姐做手术，但是我有条件的。没问题。我正在筹建一个新的实验室，需要大量的资金。周氏负责提供。新安医院这边也需要最新的手术设备。周氏可以提供一切，这些问题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周总真是为了郑小姐，什么都舍得呀。因为它很重要。那既然这么重要的话，周总就捐栋大楼吧。医院这边刚好缺少一个住院部。江医生，江小姐，你还真是为了你这个医院考虑的，无微不至。周总这是不太情愿啊。既然周总这么不情愿的话，那我也就不勉强了。只是郑小姐这边，我娟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全说出来啊，一口气说完，好不好？既然周总为了他的小情人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很满意啊。那手术什么时候开始？你的设备什么时候到期，我的手术就什么时候可以开始。明天一早设备就会到。江医生，月月的命就靠你了。你有把握？如果我说我没把握，周总，你是现在就想把人带走？我绝不允许月月死在手术台上，求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。江医生，手术成功了，病人要转到重症监护室，家属跟护士去办下手续。去吧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命苦。江医生，这么辛苦了，要不一起吃个饭？周总，自重啊。江医生，为什么我感觉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好像对我有很大的意见？你别看你救了月月啊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的耐心也很长。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你，总裁，月月小姐那边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有没有感觉江医生他好像很讨厌我？应该没有吧？也许江医生就是不想见你。说什么呢？这个肯定不对了。怎么会有女人讨厌您呢？江医生肯定是在欲擒故纵。欲擒故纵？怎么样？
今天有哪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感觉挺好的。那就好，再住院几天就可以回家休养。江医生，我特别感谢你救了我。你不用谢我，周北申付了医药费的，我是拿钱办事。江小姐，你可以松手了。我知道申哥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想跟你聊聊。你想说什么？江医生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觉得申哥怎么样？江小姐，你绕了这么半天的弯，就想跟我说这个？你放心吧，我对周北申没有兴趣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聊什么呢？申哥，我在问江医生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想着以后可以给他介绍。江医生这么优秀，还用得着介绍吗？申哥说的是，那江医生不喜欢什么样的呢？以后真要介绍的话，我可以避免。我不喜欢姓周的。喂，姓周的怎么得罪你了？算命的说过，我跟姓周的八字不合，否则也不至于结婚2年，连面都没见过就离婚。江医生是不是对申哥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啊，我就是单纯不喜欢姓周的。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申哥确实离过婚，但不是他的错。他的前妻是个乡下人，行为举止粗鄙不堪，他俩根本不合适，离婚是在所难免的。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对申哥产生什么误会。周总，你也是这么认为你前妻的？我跟他确实不合适，离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真是替周总的前妻感到悲哀。你生气了？你小声点。因为我结婚了。你有没有结婚，我不感兴趣。真正应该在意的应该是郑小姐。跟月有什么关系啊？提她干什么？周总真是够护着的呀，随便说一句都不行。你可不要扯开话题啊！你为什么讨厌我？我只是替周总的前妻感到不值，都已经离婚了，还被别人在背后嚼舌根。我当初也是因为被逼无奈才结婚的，月月还替我鸣不平呢，也不是其他意思。不过嘛，这样一说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挺不错的，是个好人。不过你们两个不合适。我第一次听用好人形容前妻的。周总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，我对你那些私事儿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哎，欲擒故纵这招玩多了也会腻的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啊！周总，你有空就去看看脑子，不然现在我找人给你做个检查也行。脑子有问题可是大事儿。我脑子没病，你马上给我查江医生这几年的动向，我要确定我和他有没有见过。甜甜，你不是出国旅游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了？作为你最好的闺蜜，你离婚，你居然不告诉我！我这不马上终止度假，回来给你撑腰了吗？走啦，我们去吃饭，饿死了。对了，2年的青春，周家没补偿你啊？他们给了，我没要，谁也不欠谁的。可是周北申那个混蛋，你就这么便宜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像他这种人，你就应该狠狠的宰他一顿。你等着，过几天我一定找人把他揍一顿，给你出气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周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说说吧，江医生便宜什么了？他又该得到些什么？小天知道我给郑小姐做手术，想让我多管您要些报酬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哦，对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给的少？不是这意思啊，他就随便那么一说的。你那么认真吗？
你是江过来的女儿？你认识我啊？很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哎，我说你跟那个周北辰的缘分不浅啊，住同一小区、同一栋楼，还在同一层啊！我可不期待这样的缘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他周北辰要发现你就是他前妻，他会怎么样？我现在已经忍不住要告诉他真相了。走安 ，OK， 走了，吃饭去。喂，甜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楚宗安终于接电话了，周北胜这个混蛋，他停了跟我爸公司的合作。不会吧？周北胜没这么幼稚吧？真的，我跟我爸通过电话了。周氏是我们家最大的客户，现在他要断了跟我们的合作，我们家会面临破产的。我现在在周北胜公司楼下负荆请罪，可是周北胜他不肯见我。你别着急啊，我这就过来。走。我是江氏的，专门周总有点事，闹腾一下。没有预约，不能进去。有飞机！总裁，江家那位小姐和江医生在楼下，说是想见你，您看。打发他们走，有没有时间？哎，等等，我上次让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？我查了您近5年的行程记录，发现您和江医生没有任何的重合。不过奇怪的是，2年前江医生隐退，这2年的行程很难查到。您看，要不要让慕容少爷那边帮忙查查？算了，不过是个医生而已。吴助理，我们想见周总。总裁不会见你们的，2位小姐，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虽说小钱之前是得罪了他了，但是他也不至于让江家破产，连一句道歉的机会都不给吧？嗨，不是江静小姐的原因。那是什么原因？是郑月月小姐开口直接要走了周氏的合作，江家不过是刚好碰上了牺牲品罢了。你去告诉周北辰，虽说现在郑小姐的病情有好转，但是指不定哪天就复发了，她总有一天会求到我的头上。我劝她现在不要为难江家。总裁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，2位还是离开吧。周北辰这个混蛋，他就是想出机场，要让我宣破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回去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我去告诉周老爷子，周老爷子的话肯定管有用吗？有用。快走快走，别哭了啊！来世变犬马，我当报还。喂，爷爷，我是江婉，您最近身体好吗？我想来看看您。好啊，你来，爷爷还等着你来吃晚饭呢。哈哈哈，好好好。老爷，您今晚不是约着少爷回来吃饭吗？啊，现在又把江小姐约回来，他们会不会？哎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不就是离个婚吗？还能做朋友？再说了，他们2个还是头一次陪我吃饭呢。总裁，老翟那边刚才来电话催了，老爷子问你什么时候回去陪他吃饭。走吧，直接回老翟。你这个丫头呀，可真是没良心啊！这么久才来看爷爷。对不起嘛，爷爷，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不就是离婚了，我还是你爷爷。以后要常回来看爷爷啊。一定会经常回来的。
爷爷啊，其实我这……老爷，少爷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他怎么也回来了？这件事啊，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北辰那小子啊，他也回来了，你不会怪爷爷吧？当然不会。咱们3个人在一起吃饭，那种场景，我想起来都开心。这么突然，咱们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一起好好吃个饭吧。这就要见面了吗？吴叔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那小子呢？少爷刚接到郑家打来的电话，说有急事，晚点再来看你。少爷想走啊，我也拦不住呀。臭小子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不能吃了饭再走吗？爷爷，你别生气啊，身体要紧。这臭小子啊，就是存心想气死我的。北辰来了，你多陪陪月月，他一直念叨你呢，我就不打扰你俩独处了啊。刚伯母跟我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去医院？没事儿，是我妈太大惊小怪了，还让申哥你特意跑一趟，都怪我不好。你哥临死前把你交代给我，就是要好好照顾你的，以后别那么见外。你确定没事了啊？真没事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好，没事就好。我爷爷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申哥，如果不是我哥特意嘱咐你，你根本不会多看我一眼。你好好养病，别想有的没的。申哥，你先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郑强临死前只让我照顾月月，可不包括你们。以后把月月照顾好，如果再出什么事情的话，郑家也就没了，懂吗？啊，明白，我们会照顾好月月的。那合作的事儿呢？合同明天我会让人送来。哎，少爷你回来了，老爷在里边等着你呢。刚里面有动静，爷爷在接待客人吗？是江小姐。江小姐，江田，她竟然私自找上我爷爷。臭小子，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儿，你给我滚！也不知道那位江田江小姐给我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让我爷爷亲自对我说情。本来想着江家只是暂时停止合作，以后有机会还是会继续合作的，但现在……少爷，你这是要走啊？我想回家，你照顾好爷爷。是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要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随随便便来见爷爷，尤其是那个姓江的。我让江小姐见老爷。少爷，你真的那么讨厌江小姐吗？不然呢？难道我还喜欢她不成？明天通知江家取消所有合作，还有以后再也……江医生，这么巧，你竟然也住在这儿？怪不得上次会在这儿碰见周北辰，原来他住我对门啊！这到底是什么孽缘啊？周总，之前是小田不对，我代他向你道歉，希望你不要因为此事影响到和江家的关系。江医生可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之前还很讨厌我，现在开始来求我了。周总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应该不会真的跟小田计较。你那位朋友江小姐本事可真不小啊！昨天晚上居然找到了我爷爷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必要让你低三下四的来求我。吴叔一直称呼我为江小姐，此江非彼江，所以周北辰以为昨天去找老爷子的是江田。不过他们江家的算盘可能要落空了，
我不会因为爷爷的决定而放弃，相反，我会更加讨厌利用我爷爷的江家人。所以周总，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让我江家人。是。其实昨天，喂，小田，怎么了？我马上过来。小婉，周家彻底断了跟江家的合作。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用，但还是想为家里做些什么。帮我省点婚纱吧，我打算用自己的婚事再给家里拉一个头子。不要拿自己当筹码，一定还会有办法的。真的有办法？你怎么都要了？妈，你怎么乱刷申哥的卡？让他怎么看我？傻丫头，北申为了你能断了和江家的合同，把合同给我们，他才不会在乎这张卡呢。哎，那俩人在那干啥呢？滚出去！我们要帮场试衣服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真巧，江医生，的确很巧啊，怪不得周北申怎么也不松口呢，原来是把合同给你了。北申又不是外人，他为了月月把婚都离了，区区一个合同算得了什么呀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说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说话？哎，你要不要脸呀？周北申真是个混蛋，亏得我以为是我得罪他。你们别骂申哥了，申哥都是为了我。为了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骂你了。勾引人家有夫之妇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你跟周北申简直就是臭鱼配烂虾，我告诉你了，我今天不骂。江小姐，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断了和周氏的合作，但申哥决定的事无法改变。还有江医生，我希望你不要因此纠缠申哥。哎，谁纠缠你家申哥？你要不要脸就能脸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喜欢缠着周北申。江医生，我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可是为你好。申哥性子冷，不喜欢和不熟悉的人接触，你总是去找他，只会让他厌恶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不需要，我并不想和他有什么牵扯。小田，你走。哎呀，你刚刚怎么不让我骂死他们啊？你看见他那小三上面的嘴脸没？还一口一个啊，我为这水是哥哥求情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！行了，你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口舌。既然我们知道真相了，就没有必要在周北申身上浪费时间。我想到办法了，你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喂，大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小婉，大哥，我联系了江家那边我们能帮忙，而且周北申的确早就打算换掉江家扶持正室，你们这一次确实是碰巧，关系不大。亏我还以为给他道个歉，周氏就能继续和江家合作了呢。婉婉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。联系江家，准签合同。这么顺利的吗？大哥，你办事也太快了吧！谁让这是我们家婉婉这么多年第一次让我帮忙。大哥，你今天帮我这么大一忙，我要请你吃饭。好。江家那边我已经联系上了，明天就能签合同，现在你安心了吧？谢谢哥，你对我最好了。江医生，没想到在这儿也能遇见你，真巧。是挺巧的，不如一起吧，人多也热闹。周总这样的身份，我看你们还是另开一个房间吧。申哥，你觉得一起怎么样？没问题啊，我都可以。江医生，
申哥没意见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，你觉得呢？我也没意见。没意见？大哥，你想干嘛？江医生，你身边这位是看起来和你很亲密的样子，你不介绍一下？他是于少，晋升新秀，很优秀的。周总谬赞了，跟你比起来，我需要更加努力才是。江医生，原来于总是你男朋友啊，怪不得之前不让我介绍呢。我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，就没有必要告诉郑小姐了吧？你们很熟吗？抱歉，江医生，是我不该多问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和不喜欢的人交朋友。我对郑小姐没有兴趣，对周总更。江医生，月只是随便说说，没有恶意的。周总，我记得你离婚了对吗？于少，什么时候这么八卦？周总别生气，我只不过跟你身边这位小姐一样，随便问问，没有恶意。哥，我们先走吧，让周总和郑小姐焕然世界。他和这个云霄应该不是情侣关系，这个江晚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周北申更换合作伙伴那个郑家，就是他身边女人的家族吧？是。那个女人对他很重要？不过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反正已经早都离婚了，我不希望和他们有任何牵扯，最好再也别见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正好有个慈善晚宴，我身边缺个女伴，你陪哥一起去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嫂子呀？总不能次次都让我陪你去吧？江晚这个女人，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总裁，您之前让我找到您的前妻，把城西那栋房子给她，可是什么呀？她还不满？不是她不满意，而是我根本查不到您前妻的去向。陆晓，我最近对你办事的这个能力很不满啊！你说江医生找不到也就算了，连一个乡下来的女人你还找不到，是我办事不力，请总裁责罚。继续查，一定把人找到。我还就不相信了，一个乡下来的女人还能上天不成？怎么还不走？明晚有个慈善晚宴，您参加吗？月月，你应该在家休息的，不应该出来。这样的场合，我要是不来，不知道多少女人会想方设法勾引周北辰。我必须来盯着，不给那些女人机会。我没事的，申哥，我来陪你参加宴会，就当做散心了。走吧。这周杂志的面子好大，竟然连周北辰都能请来。他身边女人是谁？是周北辰女朋友吗？周总您好，我是 BQ 的主编，我姓李。您的到来令整个会场蓬荜生辉啊！这位是李主编客气了，这位是我的妹妹。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为你们预留了第一排最好的位置。一会儿慈善拍卖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台上的东西。是余潇，就是那个传说在短短几年中白手起家上了福布斯富豪榜的余潇，就是他。他身边女伴很眼生啊，是哪位新晋明星吗？太美了吧！
平日里见不到大人物，今天都到齐了。于总您好，欢迎您的光临，我带你们进去。好，那就麻烦你。于总认识这位周总？我当然认识，周北深嘛，整个临安城谁不认识？彼此彼此，于总的名字我也是早有耳闻。怎么感觉空气中有一股火药味呢？还有一股酸味儿，不对劲儿，这很不对劲儿。这两位大佬中间夹着，我好窒息呀！他们不说话，我也不敢说话。哥，我们先进去吧，慈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对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带诸位进去，各位随我来。请跟我来。请，二位请。也不知道我赞助的那个拍品什么时候拍卖。苏老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新作品在市面上露出了。你那幅画呀，一定是压轴，但是你就这么把他的作品捐了，确定没问题？他是我师傅，难不成要斗啊？再说了，他已经把那幅画送给我了。也是，你是他的关门弟子，他呀一向最疼你。拍卖会正式开始，我们的第一件拍品是钻石项链。喜欢吗？我一向对钻石不感兴趣。喜欢吗？其实800万。恭喜周总800万拍下。下一件拍品是一对帝王绿耳环，起拍价500万。1000万。呵，你不是喜欢吗？你哥别的没有，就是有钱。这耳环的确很好，但1000万以上就不太值了。于总豪掷千金，一般人可不敢抢啊。1000万一次，1000万两次，1000万2000万，2000万。周总，你是真心喜欢这对耳环呀，还是存心夺我所爱？拍卖会向来是价高者得，你不懂规则吗？再说了，我拍来干什么？你管不着。3000万，4000万，5000万，6000万。哥，这东西虽好，但是也不值这个价呀。6000万买回去，成冤大头。你不是喜欢吗？算了，哥，我也不是很喜欢。一件耳环而已，可有可无。6000万成交，恭喜周总获得一对帝王绿耳环。周总不愧是富豪榜排名第1的人物，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花6000万买了一对耳环。没想到申哥会拍下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这对耳环是给那位小姐。天哪，6000万东西都没摸一下，竟然说送给我。不对啊，这女人是于潇的女伴，怎么周总把东西送给她，而不送给自己的女伴？周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离群了。周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值钱的小东西而已啦。你救过月月，她的命可比这些重要多了。我已经拿了我该拿的报酬，这耳环就没必要了。江医生，你又一次拒绝了我，你是打算真让我生气才可以吗？周总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好像不是很熟，那就请你不要说出让人误会的话，做出让人误会的行为。不是很熟。好，非常好。这女人胆子真大，竟然惹怒周北深了。也不知道这女人跟周北深是什么关系，
竟然让周北生亲自当众送礼，而且还敢当众拒绝周北生。全城都没有人敢得罪周北生，这女人怕是要倒大霉了。总觉得像是周总。老天哪！因为救了我，所以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。生哥，真的是如此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？陆伟山，你失控了？看这样子不是第一次失控了。说说吧，看谁呀？他是月月的医生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见我总有很大的敌意。这样，你帮我查一查，我总觉得他的身份没那么简单，是得好好查查，说不定他是谁派来故意接近你。哎，好像出事了。大家静一下，接下来的这幅拍品是苏老先生的一幅真迹。苏老先生早已不再拍卖自己的画作，这不可能是老先生的画。对，居然敢拿假画出来拍卖，真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各位稍安勿躁，这幅苏老先生的画作是由一位匿名人士赞助的，对方保证过这是一幅真品。他说了真品就有真品，谁信啊？对呀，这位匿名人士是谁？有本事站出来，让他拿出证据证明，竟然敢拿苏老先生的名头拍卖假画，我们倒要看看这么不要脸的人是谁。画是我赞助的，又是他，那个让周北生送了耳环的女人。江医生，虽然你想做慈善的心是好的，但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拿一个假的糊弄大家，会引起众怒的，还不赶紧认错？江晚，我正发愁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出丑呢，没想到你自己就送上门了。画的真假都没暂定呢，你就要让我认错？死不承认是没用的。这里有不少苏老先生的粉丝，对苏老先生的画最了解，你否认又有什么用呢？既然大家都怀疑这幅画的真假，那就请鉴定师来吧，真假自有定论。我已经联系了鉴定师，吴大师马上就到。吴大师来了。吴大师您来了，快来看看这幅画，您是最权威的，快来看看这幅画的真伪。好说。老天保佑，于潇这位临安新贵靠得住，毕竟当时可是由他担保的，就怕于总也被这个小姑娘蒙在鼓里。鉴定结果出来，你可就没办法狡辩了。江医生，我劝你现在赶紧当众道歉，或许大家还能原谅你。闹大了可就难看了。吴大师，一幅假画需要看这么久吗？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吴大师，这幅画是假的对吧？江医生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我操你！吴大师，这幅画的真伪，我相信您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？这幅作品应该是真品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位小姐，你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作假的手段太高明了。他只是个医生，苏老先生的新作千金难求，根本不可能在他手里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啊，这是王玉，苏老先生的大弟子，他怎么也来了？估计是假画的事情闹大了，这件事情要追究起来的话，放苏老先生的画当真画卖，这女的是要吃官司坐牢的。江医生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嘴硬装无辜吗？哎呀，遇到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和我说，还把不把我这个师兄放在眼里？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自己硬扛，我和师傅永远是你的依靠。师兄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怕打扰你们，而且就是这点小事，我自己能应付得来。我师妹是真心想做慈善，才会把它捐出来当为拍卖品，没想到竟被人这样误解。所以他就是苏老先生那个关门弟子啊！早就听说苏老先生收了位关门弟子，据说天赋异禀，苏老先生拿他当接班人培养的。
只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真人。是啊，没想到对方是个女人，更加没想到的是，还是个如此漂亮的女人。误会，这就是一场误会。二位别往心里去。一句误会就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了吗？唉，到底谁对谁错，也得有个了结了吧？刚才好像就是你叫的最凶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就由你替刚才的闹剧向我师妹道歉认错。既然不道歉，那就把这位小姐赶出去。赶出去！道歉！我可以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是我太担心你了。我实在是担心你拿假话骗人，一时紧张就没有多想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现在误会解除了，我们的拍卖会继续，请诸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吧。今天的仇我都记下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拍卖。江医生，以后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苏老先生的这幅真迹，是国际上的知名医生，又是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。江医生，你这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我不知道啊？他不光身上秘密，护花使者还不少，哎，完全不需要你操心啊。好了好了，开个玩笑。他叫什么呀？江医生。大哥，我问的是名字，不是职业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没查到嘛，这不是。还有你查不到的呢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他查个顶朝天。靠你了啊！婉婉，拍卖会结束之后呢，就剩酒宴了，全是应酬。如果你想回的话，随时叫我，我送你回。你去忙你的吧。哎呀，切，没想到这晋城还有这么好看的美女啊！那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小姐，鄙人赵远方，交个朋友。抱歉啊，我不喜欢交朋友。既然我给你面子你不要，那我可就按照自己的方法来了啊！请你让开。怎么？你以为我在这花园里玩女人没有准备啊？对于玩女人，老子就从来没有失手过。把它喝了啊！你让开！有脾气啊！好，我待会儿看你到了床上是不是还那么有脾气。现在乖乖把它给喝了，待会儿喝醉了给老子上床更放得开。放手！放开我！疼！哪个不长眼的？这战夜，疼！要么你自己走，要么我亲自送你走。赵少，选一个吧。我自己走，快！谢谢啊。英雄救美嘛，应该的。我叫战夜。江晚。下次见喽。这么着急出来英雄救美，人没救到就算了，还跟人跑了。少说点吧你，又不是跟我跑的，你凶我干嘛？那你还不想办法帮帮我？周北深不在家，站在电梯口看我干什么？他总不会是故意来等我的吧？你以后离战夜远一点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他根本就不适合你。周总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然呢？这里有第三个人。周总，你凭什么认为战先生不是好人呢？我觉得他就挺好的呀。再说了，
我和谁相处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于潇和王玉也就算了，连战业你也要招惹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到底是有多倒霉啊？先碰上周北山，又碰上大厦停电。周总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我今天晚上可不想在这儿过夜。周北山，你怎么了？快给我爷打电话！打电话！我手机没电了。你静电。周北山，你没事吧？周北山，你不会怕黑吧？闭嘴！他果然在害怕。不行，必须想办法出去，否则周北山这样一定会出事。周北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跟着我一起做，深呼吸，吸，呼，对，再吸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的手机呢？你要不说我自己找了啊。你不问哪里呢？我不知道你手机在哪儿啊。给吴晓打电话。你手机怎么也没电了？周北山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呀。怎么回事？与你无关。心当成驴肝肺，亏我刚才信他。你离我那么远干嘛？你管不着。你离我近点。我不。离我近。我不。你离我近点，我就告诉你原因。过来点儿。我怕黑。你真怕黑呀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是怕黑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堂堂周总怕黑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得多少人惊掉下巴呀！你敢？你那么凶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只毫无招架的小猫咪，我已经掌握了你的秘密了。要干什么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虽然我讨厌你，但是我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。终于承认了。闭上眼，把梦再做几千个。你得罪我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要是知道此刻和你待在一起的是你的前妻，我们就该互相讨厌了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得罪我的地方多了去了。比如呢？比如江家的事儿，你明明早都下定决心和江家终止合作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出一副我和小天得罪你的模样？玉霞告诉你的，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。没错，我就是要终止和江家的所有合作。周总真是为了郑小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也一样吗？在外面你是鼎鼎大名的江医生，而且还是苏老的关门弟子，你这身上的每一个身份，普通人奋斗一辈子都奋斗不了。你以为然？我会的东西可不止这些，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江医生，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？总裁，抱歉，刚店长没电了。知道了。哈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打扰了。谢了。
我助理。周总门在对面，我走错门了。江医生，这是总裁吩咐我给你送的粥，趁热吃吧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能喝上周北深做的粥，见鬼了！战先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叫我战爷就好，想请你中午一起吃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中午有会要开，没有时间。那你晚上有空吗？战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吃饭这种事情没太大必要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江医生有男朋友吗？战先生，虽然你之前帮过我忙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对你真的没兴趣。没关系，时间还长，我相信总有一天能打动你。江医生，急诊那边来了个病人，非要找你做手术。病人什么情况？严重吗？其实就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根本不需要做手术。急诊那边的医生都跟他们解释过了，但是病人家属太难缠了，就是不信，非要找。先过去看看。你就是那个江医生啊，那个外界口中最厉害的脑外科医生。是我。我听说你们静安医院有个非常厉害的脑外科医生，所以才让救护车把我儿子转到这边。这看起来年龄也不大，你真有这么厉害？病人什么情况？头颅 CT 做了吗？给我看看。轻微脑震荡，住几天院就好了。他们非要动手术，我只见过不愿意做手术的人，像他们这样的，真是没见过。确实没什么大问题。你放心，你的问题不大，就是一些皮外伤和轻微的脑震荡，住几天院就可以了。哎，那不行，他只是看着还好，我觉得他脑子里边肯定出血了，他一定要手术。你是病人的什么人？我是他妈，这种情况他必须得手术，你万一出了啥事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？各项指标都是好的，不需要做手术。我是他妈，我说他得手术他就得手术，你今天必须得给他手术。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不想做手术，你们千万别开我脑子。你放心，还有更多需要做手术的病人等着我呢，你不需要做手术的。你不能走，你要走的话，谁管做手术啊？你不能走，你要给他做手术的。哪来的头夫，敢对我的江医生动手动脚？我马上还有一场手术，你尽量安抚家属，实在不行就通知医务科，以防家属闹事。好。哎，看在我帮了你个小忙的份上，能不能赏个脸？手术完之后一起吃个饭。再说吧。你没拒绝我，当你同意了啊！我等你。哟，这不是周总吗？带女朋友来医院做产检的。战先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和申哥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说我怀孕了？周北辰，你眼光是真不咋样。听说你为了这个女人离婚了。也是，你那个乡下来的老婆，我估计你也看不上。不过这位恐怕还没你原来那个老婆好看。月月是我的妹妹，你要是再敢乱说话，你小心我打爆你头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追求我的梦中情人江医生了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周总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我追江医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战业竟然要追江医生，
申哥的态度对江医生也不一般，凭什么两个如此优秀的男人都围着那个女人转？难道你也喜欢他，要跟我抢？谁跟你说我喜欢他？既然不喜欢他，那我追他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申哥，医生还等着呢，咱们先去复查吧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就目前来看，情况不错，但也不能大意，继续保持。谢谢医生。申哥，还好没事儿，我真的好怕复发。申哥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啊，刚才医生说什么？医生说挺好的。啊，挺好的。申哥不是最在乎我的身体了吗？可是他陪我来复查，竟然也走神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他在想江医生。申哥，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漂泊的雪，摇曳回风，是以灵魂更迭情。累坏了吧？收拾收拾，我请你吃大餐，鲜花配美人送给你。这玫瑰花是有特殊含义的，我不能吃。不说就算了，能请你吃上饭，也不枉我等了你几个小时。你真熬那么久啊？你不用担心我，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站上，他都没答应和你吃饭，请你自重。周总，你刚才不是说自己不在乎吗？怎么舍不得江医生，所以抛下女朋友自己跑回来了？周北辰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可不太好啊。这你管不着。喂，男人的饭没那么好吃。这别说是吃一顿饭了，那就算是追江医生，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。姓周的，我先来的，你跟谁走？江医生，下午那个弟弟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下午你走之后，他妈非要给他办出院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就只能同意了。结果刚刚急救中心那边接到电话，说是有家私立医院的病人手术中大出血。我们仔细问了信息，才发现就是那个弟弟。你说哪有这样的母亲？他现在人在哪？还在来的路上。救护车上的医生说情况不太好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让备血室备血，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，我马上过去。快，郑先生，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跟你吃晚饭了，下次吧。没事，你去忙，我时间很多的。周总，这次我赢了。战少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以后一起吃饭，就是没有以后。咱们两个，他都不要。你这黑心医生，要不是因为你不肯给我儿子做手术，我们也不会转去别的医院做手术。我转院的话，我儿子也不会出事。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的话，我给你背完。苏小，你好好跟人家啊，我死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有毛病吧？你儿子根本不需要做手术，是你把他转去莆田系医院的。现在出事了，你不反思，还要怪我们？我不管，我儿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，你必须得给我儿子负责。病人已经到了，不要耽误手术抢救时间。苏小，我看在你是病人母亲的份上，理解你现在焦急的心情。但是你如果再追着我查看病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不能给我儿子手术！你已经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想把他害啊？
想把他害死不成？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松手！我不松！我同意你给他做手术，你就不能给他做手术。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死？要不是私人医院怕担责，我才不会把人找到这里来。只要拖住时间不让手术，我就不信这臭小子还能活。你这个黑心的医生，你要是不经我允许给我儿子做手术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！是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有谁敢在医院闹事。你先救人，陈丽，交给我。谢谢你啊！你不能走！放！你不能让他给我儿子做手术，他会把我儿子害死的呀！你确定想要害死你儿子的是他，而不是你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他是我儿子，我还能害死自己的儿子不成？那既然没有，就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手术结束。家属在吗？是，我儿子死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江医生出手，死神也得放人。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也抢救过来了，把费用一交，准备住院吧。什么？居然还没死，还要交医药费？我没钱，这样都是被江医生害的，他必须对我儿子负责。怎么这样啊？谁想逃过责任？我告诉你，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必须得对他负责，你必须赔偿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、医药费等等，要不然这咱没完。没事吧？我做了7个小时手术，你还没走啊？你要是再敢乱说话，我让你在晋城待不下去。我知道，整个京城都怕你周总。既然这个事儿的话，就算了。但是，他如果给我儿子赔偿不了的话，这日子还没完。哼！警长，送你回家。走。走喽，来，江小姐，再见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医院啊？郑小姐又哪里不舒服了吗？我今天帮了你2次，你就打算跟我说这个呀？谢谢你。要谢我的话呢，也可以，那就把请战夜的饭换成请我。周总，你还真是不客气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我来接你。以后呀，离战夜远一点，太接近你呢，是不怀好意的。好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出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了1天的手术，手机关机了。怎么了？你现在赶紧打开手机上网看看，那家病人偷拍你，还歪曲事实，在骂你呢。现在全网都爆了，全网都在人肉你。这位母亲最开始把自己儿子送到静安医院要求做手术，但是被这位江医生拒绝了。这位母亲救儿子心切，所以去了家不靠谱的私人医院。结果那家医院医术堪忧，术中大出血。这女医生太没原则了，偷懒不想加班，竟然拒绝手术。歪个楼，没人觉得这位江医生很漂亮吗？楼上去死！你就不怕有一天自己的家人遇到这样的医生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位江医生竟然是副主任，其中肯定。这新闻热度挺高的，
要不你过几天再去医院？不行，那孩子昨天刚脱离危险，不知道今天怎么样了。我得过去看看，万一董芳香又去闹事，把他接走就完蛋了。那行吧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就是那个丧尽天良的江医生，他差点害死我儿子，现在居然还想仗势欺人。原来就是他啊！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心却这么狠，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活着没有。如果没活下来，让他长命都不为过。对。都给我让开！不要因为他们说的话而难过，他们都不知道真相。没事的，我没有那么寸的。如果外界的舆论可以轻易的影响到我，我也不会走到今天。江医生，你作为医生却拒绝为病人手术，你不觉得自己太没医德了吗？有人说你这负责人的位置是走后门来的，请问你对此有何解释？那孩子才10几岁就这样去世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谁告诉你那孩子死了？这难道没有吗？不是说大出血根本没有救回来吗？让你们失望了，那孩子我救回来，没有死。身为记者，你们连最基本的调查事实都做不到，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。把这些闹事的给我带下去。各位好心人，你们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呀！就是个黑心医生，江医生，他不该给我儿子手术，没办法无才转院，结果儿子出事了。你们一定要为儿子做主呀！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替你做主，就算他赶走我们，也堵住我们的嘴。就是。还真是好大一场。你还帮着江医生说话，他可差点害死一个孩子。我不帮任何人说话，我只说明事实。董芳香，45岁，无业。刚刚那个做手术的孩子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而是一个继子。他继子也是儿子，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想替江医生逃脱责任。你根本就不喜欢这个继子，好几次对外说恨不得他早点死。你看车祸没弄死他，就让医生给他做开颅手术，想让他死在手术台上，这样不仅这个讨厌的继子可以消失，而且你还可以趁机讹上医院一笔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胡说八道！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？警察自然会调查清楚。不过我得提醒，下午你在急诊室的所作所为都有监控记录。你真以为凭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？跟我们走。江医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给你一个正确的报道。谢谢你啊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我送你的见面礼。本来今天想约你吃饭的，看来是吃不了了。我先送你回家吧。他刚帮我大忙，现在要是连这种小事都拒绝，也不太好。行，麻烦你了，周总，今天也谢谢你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前2天你在楼梯帮了我，今天多帮你一次。今天这也算2句。我就说嘛，周北深怎么会出现的这么及时？原来是为了还你情啊！2情也挺好的呀。爸，别聊了。总裁，您让我查的那妇人我查到了。我跟您说，您绝对想不到那妇人有多歹毒啊！不用了，太晚了。对不起了，总裁，路上有人故意追尾，所以耽搁了些时间。追尾？看来战业那个混蛋为了想在江医生面前表现，
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这些资料怎么办？送警察局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你都已经谢我好几次了，真不用这么客气。记得改天请我吃饭，这可是你答应我的。好，一定请。回去吧。哎，江医生，我给你订了饭，待会儿记得吃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浪费粮食的。你追他是故意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能让你周北申都特殊对待的你，果然不同。比一比吧，看看谁能得到他。他是个人，不是输赢的工具。假正经，我对他的欣赏是真的。周总，无论如何，今天赢的人都是我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没关门，灯也没开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胃疼。家里有药吗？运气差，药都吃完了。你能不能？就知道周北申不会是什么好人，他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，会帮我买药才有鬼呢。胃都这么疼，你还乱跑？我家里没有胃药了，只有止疼药，你先将就一下啊。是的，哎，水。明明胃疼，还不按时吃饭，我看你呀，之前活的时间长了。那我也不想呀，我一场手术动不动就做7、8个小时，我也总不能跑出去吃顿饭再回来做吧，多吓人。下班又遇到董芳香，就忘记吃了。那现在好点没有？好点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哎呀，我刚帮了你忙，你立马翻脸不认人撵我走，你这……我去拿。我去。你好，这是战先生的外卖。以后这种重口味的东西不要乱吃，你胃不好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我不真是。你喜欢战叶？你喜欢战叶？我们俩就认识了2、3天，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我说过让你离他远一点，合适说说而已。以后胃不好的话要喝这个啊。也行，战叶的那份我明天吃。你吃我外卖干什么啊？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吃你个外卖你不讨厌？行啊，你想吃就吃吧。
真难吃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儿的话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回去了。你是吗？我还是想知道，你到底为什么讨厌我？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大哥，网上的新闻我也看见，你没事？我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哥。只不过这件事情的发酵速度不像是一个普通妇女随手转发2、3条视频就可以达到的。这样，我给你查查，如果说这件事情背后有别的人在推动的话，我会告诉你。谢谢哥。这么火急火燎找我干什么呀？不是你让我帮你查江医生的信息吗？我这一有消息，立马就过来告诉你了。这个江医生在国内的身份信息还挺有意思，你绝对猜不到。说重点。这个江医生呢，他叫江晚，从小在晋城一个叫桃花村的地方长大。但是你别看那是个村子啊，人家从小是个学霸。我这边查到，他从小就跳级，22岁就博士毕业了，然后出国深造了2年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他叫江晚，江晚，这个名字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？可是为什么又想不起来在哪听过？他回国之后也没有任何工作，就彻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。你猜他干嘛去了？他去结婚了。不是，你听到他结婚，你就没点反应？我该有什么反应啊？你就不失落？但是你先别失落，虽然他结婚了嘛，但是我查到他前段时间又离婚了。他前阵子离婚了。你可算有点反应了，我还以为你真不在乎呢。他为什么离婚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离婚？民政局显示他离婚，我能查出去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吧？和他结婚的人是谁？哎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和他结婚的那个人身份信息我是一点都查不到，那个人身份肯定不简单。不管那个人的身份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查到他。吃早餐了吗？还没。哎，来，趁热喝。你是特意给我送早餐来的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自己想吃，多点了一份。没有想到周总人这么好。是你眼拙，我嘛一向很好。周总，你一大早过来找我，不去陪郑小姐，你就不怕郑小姐吃醋吗？我跟月月不是你想那种关系，她只是我的妹妹。周总，你可以这么想，这个郑小姐有没有把你当成哥哥？还有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和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吃饱了，我要穿衣服去医院了。周总请自便吧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送去医院。周总，我是去上班，不是幼儿园，不许我事。你不用对我有这么强的戒备心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的前夫一样伤害你，不懂得珍惜你？他这是查到了我离婚的事情了。没错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渣男，我到现在
对男人没有兴趣。他真伤害了你？他就是噩梦。结婚2年，从婚礼到离婚都是助理代办的，他从来没有看我一眼。你说他是不是个混蛋啊？他是谁？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说这件事儿还有什么用吗？我只是从今往后不希望跟他有任何交集。对渣男就没有必要心慈手软，你心软，我帮你。周总，你不会看我离婚了就想追我吧？你别想太多，我是看在你救了月月的份上。再者说了，月月现在病情不是不稳定吗？那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她的主治医生啊？那正好啊，反正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兴趣，而且我最讨厌姓周的。你不想走也可以，记得一会儿出去帮我把门带上。洪芳香是你妈，她难道会真的害你吗？网上那些留言，你她才不是我妈，我妈早就死了。小子，你非要把芳香送进监狱是吗？她要是没做什么，自然而然不会进监狱。她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活该。你是我爸，你竟然不管我的死活，你还要让我原谅董芳香啊？如果有的选，我绝对不会选择你做我爸。不孝之子！他刚醒，你又想把他打晕吗？要自己的儿子，关你这个医生什么事儿？他是我的病人，在医院就归我负责。你再乱来，我们报警了。你不担心你儿子的性命，但我担心我病人的性命。好，你要负责是吧？那你有本事你负责到底。我今天从这儿出去，不会给他交1分钱的医药费。还有你个不孝之子啊！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有本事你就不要回那个家，让他养你一辈子。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找我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你就不用管我，我没钱交医药费。我知道你是个很有名的医生，手术费一定很贵，所以我的后妈才故意让你给我手术，然后从中榨钱。自从离开那个家，我连生活费和学费都凑不齐，更别说手术费了。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，你就好好休养就行了。这件事儿交给我解决。真的吗，医生？那我出院之后我立马去打工，然后把钱还给你。你不上学怎么去赚钱啊？你去厂里拧螺丝吗？我听说了，你的学习很好，不应该被这场意外压垮。至于生活费还有医药费，这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定期的打给你。还钱的事情等你以后打工了再赚钱，连本带利的还给我，听到没？难不成你真的像我爸说的那样，要替他养我？我纠正一下啊，我可不是养你，我是在资助你。行了，你好好休养吧，有事儿随时找我。其实我早就明白，从父亲娶了那个女人开始，我就没有了家。还好现在多了一个你。谢谢你，姐姐，我会很快长大的。江医生，那个男孩虽然可怜，可是你帮他出医药费就算了，现在还要帮他出生活费和学费，你也太亏了吧。他长大了要是争气还好，万一跟他爸一样是个坏的，那可是要吸你的血。还没发生的事情，现在想也没有用啊。就算他以后是个白眼狼，也对我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他现在上高3，正是最好的年纪，他可不能堆个石头。行了，我就是出了点钱，不出力，他以后是什么样，就他自己走了。江医生，你真好，我想给你贴贴。江医生可真是好人缘啊，无论男的女的都喜欢跟你靠得很近。他这人说话怎么跟骂人似的？你先回去吧，去吧。要是有人找你麻烦，记得找我帮忙。
肯定找你。那我走了。是。这田笑笑可真是听你的话呀，你让他走他就走，跟一条狗一样。郑小姐说笑了，人和狗可不一样，人的嘴里没有屎。我知道你是很厉害的医生，但请你离生哥远一点。周家无比尊贵，不会希望自家儿媳妇儿天天握着手术刀切开别人的血肉。江医生，你跟生哥不合适，算我求你行不行？离生哥远一点。郑小姐，请问你是以一个什么身份跟我说这些话呀？我和生哥的关系你不会懂的，生哥会照顾我一辈子。你知道的，生哥离过婚，他的前妻是周爷爷亲自选的。生哥不喜欢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以周太太的身份面向大家，最后只能落得惨淡离婚的下场。江医生，离生哥远一点，是我对你的忠告。这么说，你是认为只有你适合嫁给周北生？那我请问你啊，他本人知道吗？老爷子知道吗？他们同意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一厢情愿的事情就不要说出来了，免得遭人笑话。高点江，你配不上生哥，你别再自讨苦吃了。周北生果然是个马，还是把他甩干净比较好。我得找个时间搬家，他对马，我可不能住下去。哥，喂，小婉，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，的确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所以新闻的热度才会在一夜之间发酵。是郑家吗？不愧是我们婉婉，一下子就猜出来了，确实是郑家在后面做的手脚。我从来不做亏心事，自然也没有仇人，除了那个郑月月，也没有人这么恨我了。这个郑月月表面看起来温柔善良，心思还挺歹毒的。如果让董芳香的事情一直发酵下去的话，足以让你身败名裂了。我不管背后的主谋到底是郑月还是郑家人，既然他们郑家参与了，那他们家就该付出代价。不好意思啊，江医生，司机不小心见到你了，回去我就扣司机的工资。不过你下班怎么还在路边等车啊？对了，我忘了你只是个普通医生，请不起司机。白天你不懂事儿，对我胡说八道，我心情好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屡次犯贱，是会付出代价的。你是生气了吗，江医生？那你如果坚持接近申哥，遇见的事情更多，也更难堪。你是我的主治医师，也算间接救过我的命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可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，有些人啊，心狠手辣。见你拦着他的路，说不定就让车从你的身上压过去。哼，不过是个满手鲜血的医生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开车回家。自从抱上了周本生这个大树，公司的发展就仿佛坐上了火箭，从不值一提的小公司成为有名有姓的上市企业。要是宝贝女儿能嫁进周家，估计富豪榜上都能有我的名字。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不敲门就进？对不起，郑总，公司出大事了。公司现在蒸蒸日上，能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匿名在网上举报郑氏集团涉嫌偷税漏税、财务造假等多项问题。那人不仅展示了资料证据，而且还艾特了各种大 V 转发。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可是郑总，对方真的在网上发布了证据。这一定是诬陷，这些证据我都藏得很深，连月月都不知道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拿到。这些证据一定是假的。可是举报时间在一夜之间热度发酵，现在已经上热搜了。马上找人给我撤掉他，并且告诉公关部，法律产控告这个诬陷我的人。是，我马上就做。去吧。我是，你说好。郑总，又出大事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那边来人了，现在已经在公司了。总裁今天心情不好，
早上到现在，所有部门的人都被他叫去骂了一遍。沙漠刚出来不到1分钟，吴总助，你要不等会儿他进去吧？我也不想进去触霉头，但是郑小姐来了，在公司楼下等着呢，我不去不行。吴总助，你知道总裁最近到底怎么了吗？总裁最近被情所困了。6000万成交，这对帝王绿耳环归周总所有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这对耳环是给那位小姐的。谢了。都给我让开！不要因为他们说的话而难过。什么情？我听成被情所困。总裁结婚的时候连老婆都不在乎，怎么会被情所困呢？吴总助，你刚说什么来着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要进去送报告了，你们少议论。总裁，这是你要的财务报告。那个郑氏出事儿了。继续说。郑家被人举报偷税漏税，证据确凿。郑成华人已经被带走了。郑小姐到公司楼下有一会儿了，哭着说要见您，大概是想求您帮帮郑氏。您要见吗？告诉月月我今天没空，你送她回去也可以了。好的。另外啊，你去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什么来历，他为什么会突然盯上了郑氏？如果说他是污蔑郑氏的，那就帮我郑氏。是，总裁。江医生，今天6点准时下班，应该有空一起吃饭吧？你欠我的人情可已经拖了很久了。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呀？难道你对周北申有兴趣？我对周北申没兴趣，跟对你没兴趣不冲突。先别急着拒绝我，至少给我个机会，咱们俩先当朋友处处看呗。说不定有一天你就突然喜欢上我了呢。嘿嘿，走，上车。给你吃饭。被周北申看见，为什么会有心虚的感觉？不对，我为什么要心虚啊？早就和他没关系了。走，请你吃饭。这个江晚还挺聪明，不光让你对他这么上心，连那个笑面虎战业都被他迷住了。是他蠢，我明明跟他说了，战业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还非要。你怎么知道人家那是蠢？说不定他就喜欢战业那样。王菲，哎，你看这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，江晚又上了战业的车，俩人指不定晚上发生点什么呢。哎，我可听说战业身边的女人天天换，就没有他搞不上床的。你这，你下去吧，你自己走吧。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走吧你。走吧你。烦人！你大爷，周北辰，你东三情有你，你见过杀人？不打算让我上去坐坐？不了，郑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吃晚饭。行，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你玩够了没有？他可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玩的人。周总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呀？战业，你是想让你的战家消失掉？你现在是打算为了一个女人对战家出手？小婉说过，他对你不感兴趣。他对我不感兴趣，难道对你就感兴趣？我觉得小婉对我挺有意思的呀。
怎么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怎么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周总要是没有什么事就请回吧，我要睡觉。周伟三，你这是私闯民宅，给我出去！不让你跟战野走得那么近，你为什么不听话呀？周伟山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呀？你说你不相信周的，难道你喜欢战野？周总，我不喜欢姓周的，我更不喜欢叫周伟山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喜欢，周伟山。 행복해진다는 게 웃어도 된다는 게 어색한 일이 됐나 봐 달빛 저 모서리에 눈물 달래듯 周北山，我以前不用你演的时候，你把我当成一个垃圾一样丢在里面。你现在对我一时兴起感兴趣，我就应该对你投怀送抱吗？我不是你养的阿猫阿狗，可以随便亲随便搂的。我承认，我对你感兴趣了，可是欲擒故纵这招玩多了，也会腻的。现在只要你点头，我会对刚才那个吻负责，我会带你回家。可是我不喜欢，周北山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如果我之前说的不够明白，那我现在说的够明白了吗？我不喜欢你。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，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 아픔도 있어질까不是不来吗？刚才把我丢下，办的事没办成，找焦婉去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大脾气干嘛？又在江婉那吃瘪了，拿我撒气呢？还是说，江婉让战业得逞了？说话呀！前夫的事还查不查了？不用了。 再查下去，这真的成了非他不可了。您老人家可算是想通了。辛苦了啊，师傅！中午这么热，帮我搬家。一会儿下楼等我一下，我给你买2瓶水。谢谢你，小姑娘。这地方看起来也不错呀，为什么这么着急搬家啊？ 说来话长，我在街上麻烦。我不喜欢，周伟山。特意选择了一个周北生不在的时候搬家。 怎么还是碰到他了？
让开。刚才那人是谁啊？看起来很难相处的样子。我反而觉得这是他最好相处的样子。对了，江医生，那个男孩恢复的不错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去休养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呀？早上你没来，他一直在问你。没事就好，不用特意去看他。他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他爸居然真的不管他了。刚刚他爸来了一趟，说是他已经满18岁，居然拿了一份断绝关系的协议让他签字。他签了吗？我签了。你，姐姐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会快快长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别人。那你就要更好好学习，考一个好大学呀！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我有什么好辜负的呀？你要对得起你自己。好的，姐姐。那我出院的时候，你会送我吗？啊，会的会的，我们都会去送你的，是吧，江医生？不过你爸都不让你回家了，虽然江医生资助了你的学费，可你住哪呀？别担心，到时候肯定会有办法。会有办法，那就是还没有办法。你总不能流浪街头吧？我那边刚好有个空房子，你先住进去吧，等你考上大学再搬出来。江医生，那林浩南那么可怜，你也不忍心看到他出院以后孤零零的，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。我已经给他钱了，他可以自己买。可是关心买不来呀。你看他那样子，像是舍得给自己花钱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他自尊心可强了，平时你不在，他连一句话都不说。可是，哎呀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来都来了，随便买2件换洗衣服呗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实在拿不动了。田笑笑，这就是你说的顺手买2件，你怎么不把人家店给搬空啊？这不是觉得他太可怜了吗？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他学习成绩很好吗？在全市都有名吗？等他出人头地了，这里面也有我一份功劳，想想就自豪。行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江医生，买这么多男人的衣服，果然是不缺男人。生哥，你看，那还有男人的睡衣呢。看来江医生最近交男朋友了呀。月月，走吧。哎，生哥，你不好奇江医生她男朋友是谁吗？难不成是攻势猛烈的战少？郑小姐，你这么会关心人，怎么不关心一下你自己家呀？你爹都快把牢底坐穿了，你还有心思想男人呢？你怎么知道？网上新闻这么多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况且郑小姐，你应该比谁都了解网络的力量，不是吗？网上都是骗人的，我爸不可能坐牢。你不用跟我说啊，你去跟法官说去。生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家，我爸不可能做违法的事，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爸。月月，我只相信证据。我知道了。那江医生呢？你要不要管一管？那个战少可是个花花公子，不会对他负责的。与我无关。郑小姐挽着少爷手臂的亲密照片已经全部处理掉了啊，热度在网络上也没发酵起来，也已经全部压下来。郑家偷拍这些照片，无非是想让周家的热度盖过他们家那点事儿，逼着北辰帮郑家收底。他要是有分寸，就不会跟郑家
纠缠不清这么多年，都会跟小婉离婚。爷爷，您找我？先是为了郑月月离婚，现在又被人家抓拍到照片，差点还闹上头条。臭小子，你真的想娶她不成吗？爷爷，我只是把月月当成妹妹，婚姻是需要感情的维系的，我不会娶我不喜欢的人。就你这性子，能喜欢谁呀？那么好的姑娘你都不喜欢，还跟着人家离婚呢？你这德行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子呢？要是不离婚，我那重孙子都会打酱油了。你给我滚蛋吧！看见你臭小子就来气。爷爷，您消消气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注意身体啊。滚得远远的！吴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小姐，许久不见了，老爷子真想你，想请你今天晚上陪他一起吃晚饭，让我来接你。前几天刚打了周北辰一个大耳刮子，好不容易才跟他划清界限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去周家万一碰上他，不太好吧？吴叔，我就不过去了。江小姐，老爷子真的很惦记你。抱歉啊，吴叔。唉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但是啊，欢迎你随时回老宅子去看老爷子。哎，怎么？老爷子怎么了？吴叔，爷爷怎么了？吴叔，爷爷怎么了？老爷子突然头疼，家庭医生又没在家，我得赶紧回老宅子去看他。那吴叔，我跟你一块过去。那好吧，那请。爷爷，你那些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，你身体很健康的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好多了，我让厨房准备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就留下来陪爷爷一块吃个饭啊。好。总裁，刚才老宅来电话，说老爷子头疼犯了。去医院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您放心，老爷子没事。您前期回去给老爷子看了看，老爷子精神就好起来了。胡闹吗？她一个乡下来的女人，能比医生还会看病了？把她赶走，我要亲自去一趟，送爷去医院。那你前期那边还需要处理吗？上次给她钱，她不需要，看来她还是惦记着周太太的位置，所以才时常回来找爷爷。这样，你去办一张卡，另外再额外多加2套房产，全部过户给她。既然断的话，那就要断得干净。他已经利用过爷爷一次了，我不想他再利用爷爷第2次。上次江家的事情，爷爷没能帮上忙，以后呀，你常回来看看爷爷，有什么话就跟爷爷说说。你虽说跟北辰的臭小子离婚了，但爷爷还是把你当做孙媳妇看的。爷爷，你还没孙媳妇呢。完蛋了，周北辰竟然回来了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坐下一块吃个饭吧。都2年多了，你们2个还没陪我吃一顿饭呢。啊！小婉，过来吃饭。
周总，晚上好。江晚，你可不要扯开话题呀！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为什么讨厌我？我只是替周总前妻感到不值，都已经离婚了，还被别人在背后嚼舌根。他的前妻是个乡下人，他们俩根本不合适。周总，你也是这么认为你前妻的？周总，我不喜欢姓周的，我更不喜欢叫周北深的。是我以前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你！是我以前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你！什么你啊他的，小婉，不就是你的前妻吗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呢？那现在我应该叫你江医生、江小姐，还是前妻？周总，既然已经早就离婚了，您还是和以前一样叫我江医生吧。好了，边吃边说吧。不知道你小子突然回来了，我只让厨房给小婉安排了泰式的菜。啊，没事儿，只要婉婉爱吃就行。小婉呀，快陪着爷爷坐。来，坐这儿。哎，江医生，爷爷，我突然发现我还有要紧的事情，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陪你。哎，现在知道舍不得小婉了吧？可惜已经都离婚了，晚喽。只要我想要的，你还没有得不到呢。总裁，房产位置我已经看好了，今天需要我去联系您的前妻过来帮你过户吗？不用了。难道是那位江小姐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借助周老爷子的力量再逼你不婚？吴潇，都查了这么久了，你却连他站在我面前是谁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您面前？江医生、江小姐、江婉，这三个名字，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？难不成她就是您的前妻？这不可能啊！您的前妻那个江小姐明明是乡下来的，可是江医生是国际著名的脑外科医生，还是苏先生的关门弟子，竟然是同一个人。谁？申哥，你帮帮忙吧，我爸的公司你爸爸犯法了，他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可是申哥，如果这次和往常一样，我可以帮忙，但是这次你爸违法了。可是申哥，月月啊，你应该庆幸补了税，交了罚款，重新整顿好公司的财务。你爸他可以不我用做知道，可是这次罚款数额巨大，我爸他说根本拿不出来。区区的几个亿而已，你以为郑家真的拿不出来？申哥，我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。月月，你长大了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想法，不是你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申哥，这件事儿我会让我爸自己处理的，我不会插手的。吴潇，是，送月回去。好，还有，公司的安保系统也是时候升级一下。明白，郑小姐，我送您出去。快看，郑小姐走的是总裁专用电梯，而且是吴总助亲自送她，该不会她以后就是我们总裁夫人吧？很有可能，前天还有人拍到她跟总裁一起玩手的照片呢。江婉，
不管你是不是申哥的前妻，我都不会让你抢走他。总裁夫人这个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婉婉，我今天突然有点麻烦，我没办法去找你了。我菜都点好了，什么麻烦啊？还能比我被周北申发现身份还麻烦？真对不起，我确实来不了了。好吧，你下次放我鸽子早点说。哎呀，这么丰盛啊！周总，我不拼桌，你换一桌吧。这顿饭我请。一顿饭的钱我还是有的，就不劳周总破费。哎，今晚我们得好好聊一聊。你聊什么呀？是不是我没有发现你是我前妻这件事情？你打算瞒我多久啊？一辈子吗？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我们也是陌生人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一直讨厌我的原因。你先放开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是有这个原因了。我们虽然结了婚，但是半点感情也没有，甚至连面都没有见就离婚了。我讨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到底我该怎么做，你才能消气呀？之前那2年，我确实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，还是不知道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粗鄙不堪啊？那如果我说前2年发生的事情都不算，我们重新。既然离婚了，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欠，挺好的呀。好，我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一下。不过这次说的话先不算数。我们不是能坐下来聊天的关系。郑小姐，你有话快说，我要忙着吃饭。江医生和申哥看起来关系不错，申哥那么忙，还有空来陪你吃饭。他刚走，要不然我把他叫回来，你们俩吃一顿饭。不用，别叫申哥回来，我们说说话，没必要耽误申哥的时间。是我太缺乏安全感，申哥那么优秀，我难免会担心他会喜欢上其他女人。如果江医生不喜欢申哥，就给我一个准话，只要你离申哥远一点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郑小姐，你与其过来求我，不如去问问周北申，从来都不是我主动找他。可是如果你完全不给他机会，他那么骄傲的人不会低下头来找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在欲拒还迎，我在吊着他？就当求你了，蒋医生。如果你想要钱，我也可以给你，只要你离申哥远一点。求你，别拆散我和申哥，我是真的很爱他。你现在心态已经出现问题了，我建议你冷静冷静。难道以后出现的每一个女人，你都要上去询问一番吗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行，你答应了？你想跪就跪着吧，反正丢人的不说。江晚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还不答应我？好你个江晚，你就是对申哥有意思，还故意吊着他。我告诉你，申哥是我的男人，你根本不可能动他。你既然这么阴狠狡诈的话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钱不是问题，
只要江晚身败名裂。大白天不去上班，在这儿干嘛呢？看风景呢？哎，北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难道还是因为江晚？你没跟他说我清楚？说了，他说他已经离婚了，还说以后再也不要相见了。你跟人家结婚了2年，连人家见都不见，心里对你有怨气很正常。你就是身边太久没有异性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最近刚认识几个，介绍给你。你滚呐！你以后要是没事的话，你去找战业的麻烦去，别找我麻烦，行吗？你不会真的爱上江晚？你今天怎么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你找谁？抱歉啊，我忘记打完家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认识江晚姐？江晚姐？江晚姐说住在这里不方便，会倒霉，就让我暂时住在这里了。会倒霉？他听我说的。哎，这你就别管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你如果跟他关系好，那他自然而然会告诉你。他如果不告诉你，就说明你们的关系还差一步，那我也无可奉告。江晚，你还真是好样的。昨天呢放你鸽子，今天我特意带你来茶餐厅，怎么样？江小姐能原谅我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原谅你啦。对了，你跟周北申怎么样啊？他知道你是他前妻之后，居然没有针对你啊！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他爱上了你，不知道拿你怎么办吧？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？与我无关。与你无关。即使他不是你的前夫，那也是我们是多少少女心中的梦中情郎，好吧？既然是前夫，那我就更不在乎了。我去趟洗手间，一起。哎呀！看到没？就这女的，害得我被家里骂得狗血淋头的，还被周家、战家同时给盯上。放心吧。啊！小婉，你别看他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小婉，你们干什么？小婉，喂，警察，我要报警，我朋友被绑架了。我还没上车呢。那谁啊？你安排的人啊？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去，这截胡截到我头上来了。他妈，要是我下的，把我的人给劫走了。看什么呢？
找人去呀！总裁，您怎么了？刚忽然有点心悸。你说吧，怎么了？江婉小姐被人绑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江婉小姐被人绑架了，现在下落不明，只知道被绑架的事发地址。马上调查事发地所有监控，快！是。糟了，我被下药了，现在根本没有力气。这女人长得还挺漂亮呀，这趟活可不赖，不但能拿钱，还能玩妞。别大意，我们在路上绑的这个女人，说不定警察已经开始追查了。怕什么呀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我们只要把她清白回来，拍下视频，飞机都是金马的。你们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美女，我们不仅不要你的命，待会还会让你欲仙欲死。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大概你们多少钱？这你就不必要知道了。我给你们同样的价钱，放了我，你们还不用担罪责。你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医生，那人给了我们300万，你怎么给得起？乖一点，待会儿免受皮肉之苦。老大，怎么样了？钱收到了。三位大哥，周北深，今晚人在哪儿？今晚是谁？我不知道啊！还他妈不承认！后面出事引招了，是你给江晚下的药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江晚人在哪儿？不在我这儿啊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江晚人在哪儿？真不在我这儿，没错，这药是我给他下的。真不在我这儿，没错，这药是我给他下的，但是有另一帮人抢先把他给绑走了呀！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真是实话。我以为她就是一个小医生呢，我没想到她是你的女人啊！你别过分啊！我有我爸护着我呢。爸啊！喂，周北深，你猜我这次要是先救下小婉的话，他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？一切要等到谁先救下再说。我。你们看我这手都绑着呢，也跑不了。我这从小就患有眼疾，眼睛不能戴太长时间的眼罩，要不然你们看能不能把我的眼罩先摘了？行，反正一会儿办事的时候啊，你也能看到。我最喜欢女人在我身下那眼朦胧的样子了。行了，老二，办事吧，我来给你录像。老三，去门口给我守着。我早就等不及了。好啊，我看你们往哪跑！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让我们走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做。你现在没资格谈条件，把人给我放了！你说你们绑谁不好，非得绑我的小婉，都不想活了！再说一遍，把人放了！两位，我们只求财不害命，让我放他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2个条件。说，雇主给了我们300万，你得给我们600万。还有，我们放了他，你得放我们走。钱转过去了，把人放了。放心，钱到了，我们肯定会放他。
不过得等到我们到了安全地方，把钥匙给我们，让我们走。我知道你们不差钱，只要我们安全离开，立马放开他们。把钥匙给他，给他！让开，往我们走。住手！告诉你，我是医生，我知道动脉在哪，你给我老实点。我不动。老板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的手。我手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小婉，幸好你没事，小爷我还没追上你呢。你放心，这3个混蛋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不用，用法律去制裁他们。现在给你的雇主打电话。没听到吗？你不打也行，我迟早会查出来。你现在供出来，是你唯一宽大处理的机会。打啊！好，我打。事情办好了吗？视频发给我。没有。事情到底办好了没有？拿了我的钱，要是敢不办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郑小姐，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什么郑小姐？你谁啊？认错人了吧？周总，恐怕没有别人比你更熟悉这个生命了。老板，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做。周总和郑小姐真是蛇蝎心肠。麻烦你告诉他，这个仇你亲自领。顺便打个欠条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，600万我会还给你。滚！先生，麻烦你顺我一场。乐意至极。看来在小婉眼里，还是我更值得信赖一点。好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应该是若北申的。你脸色很不好看，送你回明琛公寓。我早就不在那儿住了，搬家了。看来你是真的很讨厌周北申啊，为了避开他，连家都搬了。不过绑架的事情，他应该是不知道。可郑月月是他的人，郑月月动手，就相当于他动手。我还以为你会心软呢，毕竟他为了救你受伤，握刀尖的那一刻，他没有半点犹豫。我知道，但一码归一码。刚才就差一点点，他就心软了，就差一点点。幸好醒悟得快。小婉发现了，怎么办？只要申哥相信我，那就没事儿。对，我要主动去找申哥，要让他相信我。申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当时郑强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你才不到20岁，那个时候
你一直在我屁股后面笙歌笙歌的叫着，我一直以为你很单纯、很天真、很善良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申哥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要对江晚下手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今天压根就没出过房门，是不是江医生误会什么了？申哥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了解我的呀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现在我或许已经看不清楚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，申哥？一定是别人胡说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相信我呀。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不仅江晚在，我也在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为什么？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觉得会是为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相处这么久，我对你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？我以为我之前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拿你当妹妹看待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。毕竟，从那以后，在感情方面，你就再也没找过我。是啊，你是很早就拒绝过我，可我爱你啊，我怎么舍得放弃？那你一个冲我来，我是去针对他。申哥，我了解你，虽然你嘴上不说，可你对江医生不一样。可我不甘心呀，你们才认识多久？就算曾经在一起又怎么样？真要是有缘分，你们就不会离婚。既然已经离婚，就说明你们没有缘分，为什么又让你们遇见？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是我的妻子？之前去周市找你，听见你和吴助理的谈话。申哥，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就算已经离婚，就算2年没见，再次见到他还是爱上他了。为什么？明明我们相处了这么久。是，我爱上了他。申哥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把我交给江医生，还是警局？我会念过你对我的好，你放心，你怎么选择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今天晚上就出国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学校，但是没有我的允许的话，你敢回来，你知道后果。申哥，你还是念着我哥哥救过你的恩情，准备放我一马。我出国，永远不能再回来，我依然会很痛苦。申哥，我如果说我不想去呢？你想死的话，我不拦着，自己选。喂，小婉，我在国外，来不及回去了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哥，你有兴趣吞下郑家吗？郑家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家在3天之内就会易主，而且会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。谢谢哥。小婉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不必对我说谢谢，我也会在你身边照顾你。小婉，回国以后，我有话想对你说，等我回来。好。这谁这么没素质啊，在我家门口扔烟头？是我。你在我家门口守了一夜呀？今天又起晚了，没吃早餐了吧？你胃不好。
张医生，有人给你送的花，还给我们整科室都送了奶茶跟咖啡呢。是谁想追你啊？让我猜一猜，应该不是周总。周总做不出来那么高调的事情，那就一是郑少了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去忙吧。喂，郑先生，麻烦你以后不要给我送花了，真的很麻烦哎。什么？不是你送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误会了。居然是周总！周总能干出这么高调的事情，还想追你啊？你把花拿去给大家分了吧。那也太可惜了。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先拿走啦。真有钱。周北辰，你如果很闲，就去陪郑小姐，我会送她去坐牢。他已经被我送出国了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他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所以你的反常，你送早餐送花，就是为了挣月月。我还是会报警提交证据，有本事这就认了。我让这个老铁跟出。江先生，又是周总给你送的花呀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老规矩，给大家分了吧。好嘞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早上郑少来了，给医院送了好大一笔钱，院长高兴的嘴都合不拢，正拉着他聊天呢。然后周总也来了，也给医院送了一笔钱，院长就更开心了，让我喊你过去。婉婉，周总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你几次三番的过来找我，只会给我增添麻烦。还有啊，你想为医院捐款，你就自己捐。你要是想以捐款的名义来绑架我，我不会奉陪的。我没那么想。你怎么想不重要，我只是希望从今往后，你不要过来打扰我了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该早点认清楚自己内心的。我不是为了郑月月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其实我早该知道了，在我心里，你与恩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重要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，周总。我只要一个机会。机会在我们离婚那一刻就已经没了。周总，我们不合适，我们更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小婉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回国以后也有话想要对你说。肉的，你捐钱我也捐钱，这叫公平竞争。你趁我不在偷偷纠缠小婉，这就不叫公平竞争了啊！我就从来没想过要跟你公平竞争。老板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哇哦，一个是周氏集团的周总，另外一个是余家大少余潇，还有一个也好帅，江医生难选哦。老板，我就有一次机会。不行。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过几天我要出差去 A 城，你不要跟踪我，
我要定位。人海茫茫，如果你能找到我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；如果找不到，你就永远别来找我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小婉，你这招可真是牛呀！你跟周北深说是去出差，实际根本没有，而是在跟我一起旅行。这样的话，他周北深找遍全市所有的医院都不可能找到你的。你现在可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小机灵鬼。是啊，现在只要熬过今天，就可以永远摆脱周北深了。现在距离午夜还有2个小时，甜甜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注意安全。